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图解。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大家绝对不陌生的东西，也就是人体的建筑鹰架——胶原蛋白。你知道吗？它可是占了我们哺乳动物全身蛋白质总量大概1/4到1/3耶。从撑起我们的皮肤、骨骼到韧带、关节，通通都需要它。说它是我们维持青春活力的根本，绝对不夸张。但问题来了，现在市面上的产品百百种，你真的吃对了吗？好，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啦。很多人为了留住脸上的 Q 弹，或者想让关节灵活一点，常常会狂啃猪脚啊，喝大骨汤喝得满嘴都是油，甚至砸大钱买那种贵桑桑的胶原蛋白乳霜往脸上狂抹。说真的，你心里一定多少怀疑过，这样弄半天真的有效吗？其实你的怀疑完全命中红心，因为你做的这些努力很可能只是在缴一笔超昂贵的智商税而已。为了帮大家彻底解决这个保养焦虑，我们今天的路线图非常明确。首先，我们会先破除几个常见的胶原蛋白迷思，接着带大家揪出补充品的4大地雷，再来是一场吸收率大作战，然后提供给你5步精准挑选指南，最后教你怎么真正由内而外重启修复。第一部分，破除胶原蛋白迷思。我们常常听到的那些传统食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呢？现在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非常夸张的数字：30万道尔顿。这是什么概念呢？你想想看，你满怀希望喝下去的那些浓郁大骨汤，或是狂吃的 QQ 猪皮，里面的天然胶原蛋白，其实是一种极难被分解的三股螺旋结构，它的分子量高达30万以上。也就是说，你直接把它吃下肚，身体的吸收率居然连25%都不到。说句实在话，你吃进去的热量跟脂肪，绝对比你真正吸收到的胶原蛋白还要多上好几倍。而且不光是吃进肚子里的有问题，那些涂抹式的保养品也一样。天然胶原蛋白的分子真的远远大过我们的毛细孔跟细胞间隙，你把它涂在脸上，就简直像拿一块巨大的砖块硬要塞进小小的钥匙孔里一样，根本不可能穿透皮肤屏障进入真皮层的啦。这在生物学上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它顶多就只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膜，给你一种好像蛮保湿的短暂错觉罢了。接下来进入第2部分，补充品的4大地雷。为什么你明明有在吃胶原蛋白，却总是觉得好无感呢？你觉得没感觉，通常就是因为不小心踩到了这4个超常见的地雷。第一，就是刚刚说的，产品没经过水解，分子实在太大，身体根本没办法吸收。第二，你可能吃错亚型了，明明想养颜美容，却吃到补关节的，这完全是跑错棚啊。第三，缺乏了维生素 C 这个超级神队友来辅助，那你吃再多，身体也组装不起来。最后第4点，这点真的最危险就是来源不明的产品，里面可能隐藏了重金属，甚至会跟你原本在吃的药物产生交互作用。这4大地雷，绝对是你花了钱却无感的真正元凶。好的，那我们赶快来到第3部分，吸收率大作战，来看看什么才是细胞层级有效吸收的关键。所以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认识道尔顿这个专有名词，它是我们生物科学里面用来测量分子质量的通用单位。在胶原蛋白的领域里，它简直就是检验吸收效率的终极测谎机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分子量的大小就直接决定了你掏出钱包买的保养品到底是一笔好投资，还是直接丢进水里浪费掉。我们来做个超强烈的对比。一边是刚才提到超过30万道尔顿的大分子天然胶原蛋白，身体要花超级多能量去消化它，而且吸收率还低得可怜。但另一边呢，是经过先进生物技术水解处理的小分子胜肽，它们的分子量被精准控制在1000到3000道尔顿之间。这有多厉害？它不但可以完全溶于水，肠道的吸收率竟然飙破90%以上。你看，这就是科学介入后所带来的巨大差异。那到底该怎么挑呢？我们进入第4部分，5步精准挑选指南，给你一个超实用具体的购物框架。而这也完美地展示了我们帮大家整理出的必备检查清单。下次你去挑胶原蛋白的时候，脑海中请务必闪过这5个步骤：1. 锁定小分子胜肽；2. 依据你的目标选对亚型；3.
确认配方里有维生素 C。4. 优先挑选纯净的粉末剂型。最后第5步，严格审视第三方检验与安全报告。只要跟着这个步骤走，保证你能避开所有的坑。我们先来深挖第一步。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偏偏是1000到3000道尔顿这么重要？因为这些微小的水解胜肽，它们的角色可不只是单纯提供营养而已哦。当它们进入我们体内之后，会直接化生为生物信息分子。这就像是一群超级积极的传令兵，直接冲到你的组织里面，疯狂敲门，把那些正在呼呼大睡的纤维母细胞全部叫醒，主动去刺激身体，叫它赶快自己制造出新鲜的胶原蛋白出来。再来是第2步，这一点超级重要，就是要对症下药。你知道吗？胶原蛋白其实至少有28种不同的亚型。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让皮肤保持 Q 弹，或者是想要强化骨骼，那你一定要认明来自于皮或牛皮的第1型。但如果你的目标是想要舒缓僵硬的关节，或是修复软骨，那你需要的其实是从鸡胸软骨萃取出来的第2型。就像我刚说的，买错型号真的就等于跑错棚，请大家一定要对着自己的保养目标，精准选对亚型，才不会白花冤枉钱。第3步，这真的是最多消费者会忽略的一点，那就是维生素 C。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因为没有维生素 C 的话，你吃进肚子的胶原蛋白胜肽就算顺利吸收了，它也只不过是一堆散落满地的氨基酸砖块而已，根本没办法往上盖成稳定的3股螺旋音架。所以咯，如果你买的补充品本身没有加维生素 C 的话，请务必在吃的时候自己搭配个芭乐、奇异果或是柑橘一起吃，这样这场生化建组工程才能够真正顺利完工。接着第4步，来聊聊剂型的选择。这里我们非常强烈建议大家优先考虑纯粹的粉末剂型。为什么呢？因为粉末通常不需要为了口感去加一堆有的没的糖分、香料或防腐剂，所以它的纯净度跟性价比绝对是最高的。相反地，市面上那种一罐一罐的液态饮品，喝起来酸酸甜甜，确实很方便又好喝。但残酷的事实是，你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也灌下了超多糖分跟化学添加物，这对身体反而是一种负担，根本大扣分啊！让我们接着看看这如何建构出最后一道绝对的安全防线，也就是我们的第5步，严格把关。这攸关你的健康哦。一个好的产品绝对要能拿出第三方实验室的重金属检验合格报告。更关键的是，如果你现在有在服用抗凝血药物，像是华法林或者是甲状腺药物的话，请一定要跟胶原蛋白间隔30到60分钟再吃，才不会干扰药效。另外，如果有慢性肾脏病或是对鱼类严重过敏的朋友，拜托，吃之前一定要先去咨询一下你的主治医生。好的，终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部分，第5部分。由内而外重启修复，来看看细胞层面的健康改变。想要看到实际的改变，吃多少剂量绝对是成败关键。根据临床实证的研究显示，为了达到皮肤保养还有关节维持的显著效果，每天的有效剂量大概是落在2.5到5公克之间。这点非常重要哦，你必须每天稳稳地提供身体这个数量的优质材料，你的细胞才会觉得太棒了，我有足够的资源啦，然后才真正开始去进行实质的修复工程。就像这一段非常有力量的科学共识所说的，选择胶原蛋白不该是盲目的跟风，而是一场科学的营养干预，从细胞层面重建身体的弹力网络。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好了，大家千万要记得，这不是花钱买一个心安而已，我们是在利用科学的手段，非常精准的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进行一场由内而外的大保养。所以，跟着我们看完了今天的深度图解之后，我想请大家问问自己，你是想要继续用那些老旧的观念盲目进补，继续去缴那笔昂贵的智商税呢？还是你已经准备好了，要运用今天学到的这5步精准指南，给身体最正确、最需要的材料，真正重启你的细胞修复机制？选择权完全在你手上啦！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方法，聪明地赢回健康与活力吧。